苏联士兵正在狼吞虎咽地吃着土豆充饥，一名士兵看到可怕的影子，吓得连连后退。慌乱中，另一名士兵留下了一枚帽徽。听了老人家的解释，才知道里面的一排尸体都是德军干的。士兵帮忙掩埋好了之后，听到不远处传来的汽车声，众人赶紧从后门溜走。临走之前，老人还不忘让士兵多拿些土豆。来了一群德军，他们在搜寻苏联士兵。一名德军士兵在屋内发现了遗漏的一枚红星帽徽，交给了长官。德军军官一看，二话不说转身离去。身旁的士兵心领神会，一刀捅死了老人。1941年夏天，苏德战争爆发，中尉沙里波夫奉命调防到白俄边境的德罗德诺地区参加战斗，而整个部队都遭到了德军的包围攻击。长官下令沙里波夫掩护组织撤退。然而在掩护部队突围的时候，沙里波夫率部仅存的8名战友没能成功突围，被迫留在了德战区寻找机会。此时的他们再次逃进了树林里，在一处小坡上，他们发现了几处木屋。沙里波夫上前独自侦查，发现木屋旁躺着几具尸体。这时，一名德军士兵悄悄靠近，但踩到树枝的声响让沙里波夫警惕了起来。他拉开手雷，扔向声音传来的地方。德国兵被炸飞10多米远，但爆炸声也惊出了木屋里的几名德军，还放出了一条狗来追赶他。慌乱中，沙里波夫被狗狗扑倒滚下了坡，他拔刀将狗扎死，还没缓过神，就被身后的德军用枪顶住。沙里波夫假意投降，一个转身便将敌人打倒，费了9牛2虎之力压制下来。可德军士兵也不是吃素的，就在眼珠要快被插进的沙里波夫摸到了地上一把枪，总算捡回来了一条命。众人汇合后迅速逃离。就在大家觉得安全准备休息时，德军的子弹突然袭来，众人只得再次逃跑。而脚上的士兵没来得及穿好鞋就被子弹击中。沙里波夫回头看到倒下的战友，虽然不舍，但敌我力量悬殊太大，为了其他战友们的安全，不得不跑。沙里波夫他们被沼泽地拦了下来，在这进退两难时，恍惚中他看到一位老人在指引方向，于是一人一根树棍冒险踏入了沼泽地。几人最后有惊无险地成功上岸，而对岸的德军却不敢前进。众人都在庆幸劫后重生，但此时天空中飞来一架德军飞机，空投了大量劝降单，缓缓飘落在树林的每个角落。一名士兵看着诱人的条件，想要原路返回，身旁的战友抬枪就要击毙他，却被沙里波夫阻止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意外很快发生了。他正慢慢陷入沼泽，转身求救，却无一人应答。就在他被吞噬的看不见时，沙里波夫一把拉他上岸，并警告他以及身旁的战友们，谁敢投降，下场只会更惨。众人收拾好心情，再次踏上寻找突围的机会，却看到德军惨绝人寰的屠杀。一名纳粹士兵张嘴比划着什么，男孩表示看不懂。可下一秒，士兵就掰开男孩的嘴巴，一把莫辛甘纳步枪的枪口放进小男孩口中。残忍的纳粹士兵面无表情地扣动了扳机。沙里波夫眼看着心如刀割，想要冲过去和德军拼命，却被战友们压制住。毕竟弹药匮乏，冒险丢了性命不划算。他猜测附近有几名零散的德军，果然在一处密林之中发现有辆抛锚的汽车正在维修。看着他们人数不多，几人决定悄然偷袭，将在场的几名德军解决后，发现车内还有一名年轻的德军，而这辆车是用来发电报的。年轻的德军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，恳求不要杀自己。沙里波夫想到他们的残忍，还是把对方解决了。一伙人来到前方一处战壕，看着牺牲的战友横七竖八躺在那里，他们无暇好好安葬，尽快收集好弹药继续前行。来到了树林边，沙里波夫发现了一个小村庄，他让士兵伪装成平民去探查。士兵换好了平民服，拿了一颗手雷防身，毅然奔向村庄而去。不幸碰上正在巡逻的3名德军，他装作没看见继续行走，却被德军开枪击中了腿。听到枪声响起，沙里波夫一伙人赶忙过去救援。此时他被德军追逼到一处院落，眼看走投无路，便拉开了手雷，和追来的德军同归于尽。而赶过来的沙里波夫一伙人看到了几名德军过去支援，一名士兵击杀了领头的德军军官，双方的战斗打响了。枪战声引出了村里的村民，一位老村长发现是自己人，带领着他们深入密林与失散的部队会合。2支队伍就这样组成了游击队。经过多日的磨合和游击，缴获更多弹药、枪支和一些德军制服。一个小男孩偷偷溜进了德战区，意外得知德国人要处死游击队员，于是将消息告知了沙里波夫。沙里波夫将计就计，让自己人伪装成几名德军士兵，假装解压着一批苏军游击队员前去断头台，排队等候缴钱。一名德军士兵过去检查，发现车里藏有大量枪支，事情暴露，不得不提前动手。很快，他们就凭借人数的优势控制住了场，并成功营救了游击队员。消息传到了德军指挥部，德军军官勃然大怒，于是派出伪军前去抓捕游击队员，将他们关进了牢房里。一名囚犯突然听到门外打斗的声音，推门一看，发现守卫已经被打死。
还以为是自己人救了他，于是趁机逃回营地。殊不知，这一切都是德军故意为之，目的是找到游击队的秘密营地。果然，当他逃回到营地的时候，后面就跟来了一大批德军，一发冷枪将其杀死。双方爆发了激烈的对战，越来越多的德军加上迫击炮的配合，游击队员不得不撤离逃生。在老村长的指引下，沙里波夫他们再次和上级部队会合。这天，一名士兵带来个落难的小女孩，从小女孩的发辫中找到一条重要信息：德军要将一批苏联女孩运送到柏林。于是沙里波夫他们打算秘密营救，却不知这一切都是德军引蛇出洞的计谋。一群苏联女孩将要被送往柏林，不远处的游击队在寻找机会营救。就在女孩们登上火车时，游击队动手了。他们快速解决掉几名守卫，然后带领女孩们一路逃离。而沙里波夫和战友向着反方向逃离，吸引德军。可他们不知道这一切举动都在德军军官的眼里，很快便展开了对沙里波夫的追捕。众多德军在缓缓推进，而德军军官和副手玩起了狩猎游戏，一枪命中战友腹部。就在德军军官换子弹的间隙，沙里波夫趁机扔出了手，顺势背着受伤的战友逃了出来。可战友伤势太重，很快就牺牲了。静下心来的沙里波夫总觉得这次行动有内容。他无意之中发现背着手风琴的你总是东张西望的鬼，于是悄然跟了上去。看着他抱着手风琴当宝贝似的护在怀里，沙里波夫更加确信这人有问题，于是让人去搜。就在这时，对方动起了手。打斗中，男子被推倒，撞到了一棵枯树，树枝插进了他的脖子。他们打开手风琴，发现了德军的电报工具，证实了沙里波夫的猜疑。此时的德军已经得知游击队的确切位置，派出大量的装甲部队进行最后的围剿。游击队员也发现了德军的临时指挥部，打算深入指挥部活捉高级军官。经过对周边的侦查，当晚在德军指挥部附近安放了大量炸药。天亮时分，整个行动小组做好了突袭的准备。随着沙里波夫的一声令下，战斗打响。沙里波夫直奔德军军官而去，两人共同跳进湖里进行搏斗。在消灭了周边的德军哨兵之后，顺势捕获了德军军官。就在他们撤退的同时，更多的德军士兵尾随其后，前来接应的游击队员与之展开了更为激烈的战斗。这部电影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。阿迪·沙里波夫是苏联第56师184步兵团一营的迫击炮排长，在战争爆发后，遭到德军3个步兵师的攻击，仅1天时间就被攻破。师长萨赫诺夫少校成功跑路，沙里波夫和8名战友没能赶上突围。他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抢了一台无线电发报机，带着战友们越过了危险的沼泽地带，组成了一支游击队，留下来扰袭德军。这一打就是4年，直到战争结束后，沙里波夫回到哈萨克斯坦，担任教育部长、议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，并取得了语言学博士学位。1971年，退出政坛的沙里波夫被任命为科学院文学艺术研究所所长，并一直在此岗位上工作到退休，最后于1993年11月4日去世。